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6月4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Lucy 的风格就是用技术面加消息面来把握行情的走势。喜欢的朋友们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接收到我更新的内容。纳指在 Lucy 的牛熊分界线上连续2根阳线走强，这一个分界线参考点位是多少呢？我想订阅了频道的粉丝们都知道，可以打在评论区。咱们今天呢留言的前10位可以获赠我的内部财生会员体验课的资格哦。毕竟我们昨天的直播课程上可是提示了 MSTR 和博通的机会。英伟达本周再次微型反转，吊足了我们的胃口。特斯拉盘中冲高回落，收盘低于350元下方，如此挣扎，机构到底是想要多少接盘侠？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呢，我们聊的内容啊，还是依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是要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纳指呢是连续拉升了2根阳线啊，它是现在的一个走势呢，我们可以用步步为营来概括。那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高了啊。那么第2个部分呢，我们会去看一下到底是谁贡献了啊这个新高。那是到底是特斯拉啊，这个英伟达，那么博通啊，还有 MSTR， 还有我们的一个对冲的 SQQ 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首先呢，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Lucy 之前画过的这个点位啊，还是清晰的啊，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目了然，就是在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说啊，上个这个5月的最后一根交易日呢，它是回踩了，但是并没有跌破。而且呢，我们在周一的一个视频呢，有给大家讲说，如果啊它再出现一个这个新高的话啊，那我们就还是依托这根线啊，我们的一个仓位。那么出现高点的话，我们随之而来的呢是降一降我们的一个仓位。那纳指呢也是啊不负众望，2天的话呢拉出了2根阳线，而且是刷新了我之前啊给大家讲的这个盘前播报的一个高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订阅了啊 Lucy 的盘前的一个广播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频道的文字的一个说明，就是6月2号的话，我会提到说，由于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啊，本月呢将会是一个关键时刻的一个来临。那么5月的最后交易日走出了一个单针的走势，那我们的日线啊没有跌破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下沿，而且这个点位呢，我是连续2周啊一而再的给大家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没有。所以呢，我们说这个6月2号是第一个交易日，那上个星期五的一个单针具备2种特性。那第一种呢就是单针探底啊，需要多头发力。那么反包的话，周四的高点啊，这个高点是19389.39这个位置啊，一个比较标准的明确的一个点位。那么继续啊无量上攻，这种呢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2种呢就是啊它锚定了一个方向，低开低走，然后跌破啊这个位置呢就算是本轮的一个结束了。那么我们操作上就是以这个啊点位为参考，如果说真的实打实破了，那 SQQ 才是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当时呢我是更新了一条视频，所以大家也能去看到啊6月2号的那一天呢我是讲解的比较清楚。所以说啊我们昨天呢就在这个播报里面就说了啊，虽然是这个出现了这个关税啊还是很影响，但是现在整个市场呢以关税的一个消息呢为主导的话，现在也不是说很大的一个影响了。而且呢它现在啊这个空间上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就算是啊我们还没有啊走的那一刻。那昨天我们分析2种情况，不到收盘一刻都不知道鹿死谁手。那最后我们是什么？它只要过掉啊这个被刷新，那我们知道它后续呢还是会在这个多空的一个区域上面拉升。所以说啊咱们订阅频道的朋友，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明了。那讲到这里的话啊 ，Lucy 的订阅粉丝们，你们注意了。那盘前这个广播呢 ，Lucy 是5月20号是正式开启了。但是如果说你还没有获取到资讯的朋友们，赶快啊去联系助教老师呢，订阅这个频道啊，让助教老师发给你。所以说纳指呢2种情况呢，它选择了第一种强势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啊它的一个定义还是一个多头趋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依然啊还是以低高的一个方式，那就是什么？我之前讲过的啊，低买高卖啊，低买高卖。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啊还算是一个多头，那它的一个上行呢，那我们就会去看啊，如果说它这个位置还是延续的一个上涨的话，那它的一个高点呢，我们就是近期的一个波段，我们就直接瞄准它的一个2月份的一个连续的高点，就是20204.58这个位置了。中途有再多的这种小的一个震荡的话，只要它还在这个区域啊，没有跌破，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的阴线的话，那我们还是以一个多头的一个思维来去看待。那现在呢，也是这个纳指的一个关键时刻吧，我们也能看得到啊，巨头们轮番上演拉升的一个行情。而且呢，我们看到纳指呢，它现在啊，就是由于它 MACD 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参考点，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放大，只是它没有金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纳指它都是一些小的 K 线，就是由于这个巨头们的轮动啊造成的，就是轮番上涨。
涨啊，巨头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其实这个算是半导体啊出现了有一些这个拉升，但其他的一些个股的话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表现。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巨头的一个走势。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纳指呢我们会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的，就现在还不是空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走势。这个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Lucy 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有讲过由于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箱体，那么它的一个上沿呢是在这个一根拉升中突破，但是3天没有站稳。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说它实打实跌破了350这个明确的一个这个说法，就说明特斯拉它短期还是有一个这个向下的一个作用力。向下呢，就是因为咱们的一个机构喊单，我宁可相信它这个是提示大家先出来的。毕竟在这个区间过程中木头姐是喊过特斯拉的一个5年10倍，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它既然叫大家先出来的话，我相信机构以实际的一个动作提示了。而且呢，昨天其实盘中是有一个诱多的一个行为。其实大家如果看懂的话，你看了 Lucy 的一个频道的一个说明，你就知道它没有上350，而且是2到3天我昨天在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里面也讲到了这个事情，就是这是第一天跌破这是第2天，那我们看到现在呢就还差1天。如果说350上不去就此下来的话，那大家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毕竟我们现在提到的 MACD 它现在是一个这个红柱放大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我们能看得到就是筹码这个过程呢也有机构在偷偷的相应的减少。那如果说你看了 Lucy 的视频你就知道机构不是偷偷的了，它是明牌的一个流出。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一个特斯拉你现在呢要去做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仓位的话，你要做一个这个减仓的一个处理。毕竟如果它再站稳350这个位置，你再参与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就现在而言的话，在特斯拉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区间的话还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就算是一个这个跌破的一个这个提示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盘前播报也是连续2天呢会在这个350这个位置呢去设限，包括它叠加这个。那如果说你看了 Lucy 的视频，包括你能看懂这个文字的话，那我想你的一个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操作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分歧。比如说你看它这个位置6月3号我说它冲高回落测试了撑压互换线350有效性。我昨天在这个洞察这个课程里边有讲说它是如何测试的包括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分时图。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是有理有据的。包括昨天的一个盘中我也看到了看到特斯拉它是一个这个冲高，对吧？最高达到355，但是最终它收盘的话是收在了350以下。所以我们说的是一定要去看收盘价。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也给出了一个对应的相应对应的这个空头对冲的 TSLQ 的一个这个位置。如果说你的一个小仓位去参与了，那你的目标止盈对应的是20块8毛5，这个地方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测算。那么这个就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那英伟达的话近期还是比较强悍的。那么上个周4和周5的话，连续拉出了2个阴线之后呢，它并没有跌破我们的这个135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135也是近2周Lucy 的一个这个参考线，就如同我们的纳指的那一个18903.66我记得非常清楚。135也是我们对于英伟达的一个参考。当然现在呢就是没有做空的话是 Lucy 觉得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英伟达它到底会不会跌破，所以我们一定从技术分析上去参考。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其实英伟达连续的2根阴线非常的大，合并在一起的话，这个阴线的一个幅度有7块钱有7块钱的一个差别。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呢，很多从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他会认为这个地方有压力，然后呢会进一步的一个出现调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 MACD 的话，它就是一个接近于顶背离的一个走势了。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接近于短期的一个顶背离走势。但是我们的一个散财童子它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出，包括呢，它会因为这组运线还没有收盘，还没有跌破这条趋势线，那么它昨天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然后向上的一个走势。所以说英伟达在这个位置的一个细节处理它是微型上来的，用了4天4根 K 线。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这个跟踪的美股洞察课程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因为在这个过程我已经把英伟达它进退的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处理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我在周一的时候画过这一条趋势线而且这条趋势线我都没有变过，这个低点连线它就是没有跌破。那没有跌破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去做空它。所以英伟达的话，昨天给到了一个这个反弹。那接下来呢，它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呢，就是纳指它也是连续的一个2根阳线，包括英伟达它也是2个阳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有理由去怀疑它是不是要突破这一个142块6毛1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它继续站上了这个地方，那它向上的话，我们还有一个153块1毛2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一个进可攻的位置这边Lucy 已经给到大家了一个这个数字。那么如果说退可守的话，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再回落的话，那么支撑大家就很清楚了，
它就是135这个位置，所以我的一个支撑位啊还是有效的，它跌破了，我从135这个位置再去做空它，我来得及。所以呢，大家啊要依托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啊这个细节处理呢，还是要这个读懂啊，要读懂它的一个细节。包括我也会在文字版里边啊，会跟大家说，英伟达啊它出现了一个高开高走，它这个运线的一个组合，然后呢关键点位135就没有破，暂时呢不能确认它是跌破的一个下边界。所以趋势方面啊，它必须得有效跌破135，它才能这个波段开始，否则的话趋势不变。所以我们只是什么，这个 NVDD 入观察池，如果说标准价格收盘跌破了135，你再参与，没跌破的话是不用参与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 Lucy 在这个频道里面写的一个文字啊，咱们已经订阅了的啊小伙伴，那你就要知道这个文字表达的一个这个意思，你这个头脑里会有一个画面。如果说这里呢就是咱们的一个这个盘前播报啊，有想要的一个朋友，你就赶紧去订阅。那另外呢，现在是这样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小视频的小伙伴啊，你可能不知道我有这些这个文字版的一个说明，那没关系，你先点击一个订阅呢，这是第一步。那 Lucy 会给到咱们的一个新朋友1周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内部的财生的会员课程，是由 Lucy 主讲的美股洞察，会给到你1周的一个体验。这1周呢分别是周2、周4还有周5的这个3节课程，而且呢它是在这个香港时间的一个下午5点，也就是我们美股的一个这个盘前开盘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直播课大概是5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里面会提到什么呢？会讲到刚刚比如说特斯拉呀，包括英伟达呀，我会去讲一些这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包括呢如果这个位置能不能上这个 option。大家都知道这个 Lucy 是讲期权的会叠加一些这样的一个知识，都会在这个课程里讲到。因为这个里面呢，我们昨天是给大家提示到了博通，这个是博通的call option， 或者我们去看一下博通它昨天的一个走势。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MSTR 的一个机会，那包括昨天呢也是给到了5个点的一个收益，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美股洞察课程里面。如果说你真的听到那你肯定就有收获了你体验这一节课，你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收益。怎么去领取？那视频下方的一个置顶链接，你点一下那个链接，你联系到助教老师，你所有的这些包括这个订阅频道的文字也好，还有这个课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链接也好，都会给到你。而且呢要给这个咱们的助教老师发一个口令口令是什么呢？就是礼物2个字你就可以去领取了。那么这个是给到咱们的一个订阅粉丝的一个福利。现在 Lucy 呢是有这个期权实战技巧的一个课程，今天 Lucy 给到一个咱们铁粉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铁粉的朋友你可以再多体验1周的一个这个美股洞察。如果你是新人你又加入了一个铁粉的话，那 Lucy 会给到1周再加1周。那如果说你以前已经体验过了 Lucy 讲的课程，然后呢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听，那没关系你如果是铁粉的话，你可以再去领取1周，你跟这个咱们的助教老师申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 Lucy 给到订阅粉丝的福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内部课程里边讲到的博通，这一张图表呢是博通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博通其实呢它昨天突破了它的一个历史高点，就是250这个位置，它是稳稳的踩着这个位置上来的。昨天呢是创了一个新高，257块8毛8的一个位置，而且它昨天开盘呢，我们是在课程的一个这个盘前有去提到博通它的一个机会，并且给到了大家看到了我屏幕上会写着call option 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呢是给到博通的。我们知道博通它要这个公布财报，包括它有一些这个新的业务会给它的一个财报的话增添一些这个机遇。所以说博通这一段的一个拉升，其实我们不是昨天才看见的。博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已经给我们的财生朋友提示过，就是博通它可以去通过straddle的一个方式策略去参与。那么我想 call 那一边应该会给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那包括我们之前没有去参与博通的也没关系。那昨天我们的一个课程呢又提到了它的一个这个拉升，那它这根阳线就稳稳的站上了这个支撑位。这个就是我在我们的一个这个铁粉的一个课程里面讲到的call option 它的一个条件，那博通它就出现了。之前听了 Lucy 的课程，你就知道它在这个位置为什么要去 call option。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日线这个分时走势，你就看得清清楚楚。昨天开盘呢就是一个正分时正分时的一个这个向上，那么白线呢就没有跌破过黄线。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去参与的话，那么上半场2个小时就会给到你一个结果，而且是高点257块8毛8这个位置。所以说咱们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技术分析来的。那么博通它下一个操作要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现在突破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财生朋友都知道Lucy 的一个参考方式就是2到3天没有跌破这条线这条线多少钱？这边 Lucy 给到大家看一下就是248块8毛2这个位置。那么它的由来呢是从之前的一个这个高点来画的，那么也就是最高的这个大阳线，对吧？然后呢它屡次没有突破过这是一个承压互换线。
那么它在一轮这个3个月的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个这个头肩底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呢，它又回到了这个位置，并且刷新了高点。所以它后续的话，如果大家啊能想象到的话，你就知道它这个位置是一个上涨中继。然后呢，它现在是一个这个有角度的一个拉升，而且这个拉升的角度呢，我们估算有75度啊，75度角。我们要确认呢，就是它不要跌破这个承压互换线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250啊，250这个位置，那它还能继续上。当然，你现在看到它的位置是算一个高点，如果说它真的啊继续向上涨的话，这个位置啊，回过头来看的话，它就不高。这个是我们去参考国通。另外呢，我们去看 MACD 呢，它出现了一个这个将死不死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就出现了绿色的柱子。所以 MACD 的话，它现在是一个这个放大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半导体的话，除开英伟达啊，博通还是走势的刚强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算是这个机构给到这个博通的一个这个权重啊配比，可能会增加它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呢，博通的话啊，算是我们昨天给到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一个走势。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MSTR 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轮的一个调整，但是它调整的一个幅度呢并不是很深啊。它这个位置呢是跳空跌破了我之前画过的这个支撑线啊，397这个位置，然后出现了这个连续的一个这个蓝色的 K 线啊。大家知道这个蓝色的 K 线呢是属于一个机构低吸啊，那其实它没有跌破多少，这机构就跑来低吸了，这个过程算是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而且是连续3天。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的一个周一的一个视频的话，有给大家提到啊 ，MSTR 的话，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发现了它的一个异动，而且呢，我们的一个财生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当时呢有问到 MSTR 的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他自己本身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机会，像机构低吸，对吧？我刚刚讲的，还有这个下踩机构成本线，当时 MSTR 它的价格是370块钱，大家能看得到啊，在这个地方呢，而且是没有开盘啊。我说跟60分钟跟苹果那天一样啊，是这样的一个白 K。昨天的美股洞察，我们可以看到6月3号啊，我们的一个这个内部的美股洞察里边，我说啊，蓝色的 K 机构低吸加白色的 K 60分钟啊，是一个波段超跌，再加上它聚宝盆就是一个抄底的一个位置啊，非常明显。那这是昨天去讲的，那我们昨天如果开盘你去参与的话，你是不是当天还有一个5%的一个收益？所以说这个就是啊我们给到的一个这个准确率。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60分钟出现了什么情况。那么其实在这个周一的视频，我想咱们看了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当时在这个地方已经讲过了，我说它没有跌破啊，而且它是出现了这个聚宝盆，基本上它的价格呢与这个我们上一个周去参与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都是370之间上下震荡。那么它昨天给到的位置是390。如果说你听懂了 Lucy 的一个提示的话，那你在这个过程呢能捕捉到 MSTR 的一个机会啊。如果说你还是参与了这个 call option 啊，那你的机会就更大了。所以呢，这个就是 MSTR 的走势。那现在我们就是说看它日线后续的一个情况的话，那现在就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跌点，就是它的一个缺口能否被突破。如果说它突破上行的话，重新站稳这个397这个位置的话，那我想啊，它的第二轮它的一个反弹就会变成反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 MSTR 的啊持仓的朋友，或者说你很喜欢它的一个股票的朋友，那你就关注啊这个缺口能否被补掉。如果说补掉了，站上这个位置的话，那我想397呢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就是对 MSTR 的一个这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对冲品种 SQQ 的一个这个处理方式。那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内部的课程呢，其实有在这个做 SQQ 的一个这个分析，是因为啊，它现在 QQ 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现在在一个多空这个争夺比较激烈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一旦啊出现了这个回调，那我们要知道啊，它的一个对冲品种是 SQQ， 但是现在呢，它 SQQ 在这个白色的 K 线啊，我们之前讲过，就是23块啊3毛4这个位置，它如果说这个来回试探的话，那它就不是我们一个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参与的一个点位。那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在现在比较争夺比较激烈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它最好还是什么，站上24块3毛7这个位置是更好一些。所以它之前有过一次啊，这一次的话，我认为在近期的一个震荡的过程中，那么这一天呢，其实算是一个这个消息的影响。如果说没有法院的一个判决的话，我相信啊，近期的一个 K 线还是在这个区间运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去分析它后续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一旦在某一个节点 QQ 出现了回调的话，如果说它站上了这个24块3毛7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再进一步参与它的一个这个胜率和安全性会高一些啊。这个是对这个 QQ 以及 SQQ 的一个分析。所以现在呢，不是一个参与的一个好时候。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拜。